我现在感。早上好，现在太早了，我们9点钟要出发，然后我们现在行李箱全部弄好了，我们要出发去釜山啦。一路上是不给你拍了，我要拿很多行李。车站见，拜，下雨哟，看下面的。我们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把行李箱拉到了首尔车站。太热了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今天不冷，运动量极其的大，穿着羽绒服还有毛衣什么的，太热了。现在是9点40多，我们的车是9点58分，要等9点58分那个闸门开了再去，火车才会到站。然后我趁着这个空隙买了一个韩式炸鸡，我原本想要买芝士粉的，但是我怕它可能要稍微等一下，我怕我赶不上我的火车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是蒜味的。搬了一路的行李。还是热热的哎，韩式炸鸡里面好像都会放这个 tteokbokki。我昨晚没有休息好，累了剩单眼皮。昨天晚上收拾行李，收到来已经凌晨2点了，然后我们今天8点起床，从早上一起床到现在就一直在看，一直在看。炸鸡应该买大份，有点可惜，超好吃。这个牌子，这个品牌我没吃过。而且它炸鸡的个头还是蛮大个的，就是年糕就会稍微的比较普通一点。刚刚太紧张了，只买了炸鸡，没买到水，然后我只有这个热水。当时车厢的空调开得很大，就很热。12点50，我们搭了1个小时40分钟，然后终于抵达釜山啦！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搭火车，把行李箱放在我们的住宿了之后才能去逛。现在感觉到我的血液里的是一般韩国人的血液里，一进来我就想要喝冰的。我们叫了一个热可可，然后这个是我点的，好像是烈士蜂蜜柠檬茶。现在的计划呢是在这个釜山车站买一点东西垫吧。顺便来 Olivia 买一下我的卸妆棉，我卸妆棉没有了，我还要顺便看看有没有面膜，补水面膜，最近脸上实在是太干，每天晚上回家一定要敷个面膜。我只买了3片面膜跟1个卸妆棉，然后我现在试的是它的那个湿敷的气垫，买了一堆吃的，看看都有什么。硬硬的，好像有一点点像曲奇的感觉。
真好靚。这是什么？吃不出来。还有这个有一点湿湿的，它里面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夹心哦。草莓酱吗？不是 ，orange。他是想说那每一个摸起来是这样的 texture， 咬下去是不一样的 texture。我觉得韩国做的 pastry 味道都是淡淡的，香香。我们之前吃的那个海盐面包也是这样。这个也是一个面包，它弄成比较汉堡式的，然后里面是马铃薯泥。马铃薯泥很像我妈咪家里做的马铃薯泥，很像那种homemade的釜山鱼饼哦。它中间还有芝士的，有点冷了，芝士不拉丝。我觉得这个如果放在和炒年糕一起吃，应该会很好吃。朋友们，这个鱼饼真的超好吃的，里面有那个我很喜欢的那个黄色的黄瓜片，这个很好吃，很香，而且外面包的这个海苔，吃起来存在感特别强哎，不愧是身为釜山最出名的卖鱼饼的品牌，这个很好吃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看什么？你加一个 taxi 拿完这里的行李可以吗？我们终于到靠近我们酒店的这个地铁站啦，然后呢，只是需要走5分钟的路，就终于到我们的住宿了，我们就可以出去吃饭了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，大半天的时间就这样子没了。OK， 我们先有22、26跟27。我们看哪一个是最多。好，我们先出去选。我们现在呢要选房环节，因为我们会有3个房间，然后有一间好像是海景房的，就是比较大。然后我们打算摇点数，谁摇的最大谁优先选。所以现在除了姐姐，我们其他人都不知道哪一个房型是最大，哪一间是海景房。所以一切看我们的运气。喂喂喂喂。我们现在是要2个人摇的点数加在一起，谁的点数最大，谁先优先选房型。可是我们现在是不知道哪个房间是最好的，所以有可能你是先选，但是选了个最差的房型。是我们先选是吗？你们先选，你们有27、26跟22，选一个。选中间的咯。26。廿二七。恭喜你！22咧係 deluxe double room with balcony， 26係 double room balcony with sea view。海景房，海景房。哎，这就是实力。突然就感觉到不累了呢，我要去开箱我的海景房了。我们出来了，哇，第一眼真的超好看的。第一眼就是感觉很不错，很热闹的感觉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有。Olivian 很靠近我们，然后这个地铁站，然后也有那个很大的便利商店，然后附近有很多吃的，哇，很漂亮。对比首尔来说，釜山没有这么冷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终于看到天空了，今天终于到户外了。我们现在要赶紧去我们的房间，然后收拾出来吃饭。没有卡看不到。哦，这有一个小小的隔间哎，然后这个是睡觉的地方，有一个 balcony。哦，天哪！等一下，他们有给我一个梳妆台，我可以在这边化妆。
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酒店，就是这个是门口玄关，我们还没有收拾好我们的行李。然后呢，它的左边有一个小小的梳妆台，然后再去前面的话呢，这边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饭桌吃饭。所以我们晚上要叫外卖呢，还是要买一些什么东西，就有一个桌子可以吃饭。然后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喝烧酒的杯子。不愧是韩国人哈，然后呢，一样有 microwave 洗衣机，以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一颗洗地机。从玄关往前走，这是我们休息的地方，感觉还是挺干净舒服的。床尾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小阳台，但是压根完全没有海景房，我们被骗了。这边可以吹吹风，喝喝酒。哦，所谓的海景房，该不会是那个就是海景吧？那个就是海吧？不是吧？不会吧？太好来了，看海啦！好漂亮哦，而且它的沙好幼，然后没有什么人。釜山没有什么人，我感觉就很好。就是这个沙挺幼的，哇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多好！它的海也好漂亮哦，就这种浅浅的。哦，好好看啊！好啦，现在真的要去吃饭了，饿了。今天没有吃到什么正餐，我们要吃的餐厅呢，就在这个海边的2楼。然后它窗边位置是可以看到海的，然后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，太有氛围感了，所以我就一定要吃这家。这个是他们的菜单。这就是我们的晚餐，2人份的，哇，但是好大，好多。这个好像上面是生的哎，红色酱的，然后上面拌了一个生牛肉，感觉这个很不错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清汤，然后一样的面，只是它上面有很多海鲜，还有我喜欢的煎饼，鲜煎饼附送了2个酱，很香的香鱼味哎。美食在前，景色在后，超好看，好爽，真的太棒了。这是冷面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超好吃。我本来还以为这种是那种腻腻的。通常是那种我很喜欢的有嚼劲的味道。吃面先喝汤，很淡的味道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你不喜欢这个了，因为它太大了，比我脸盘还要大的海鲜煎饼。是这种薄薄的，我喜欢吃薄皮的煎饼，上面有放很多韭菜。等一下，我发现到一个更好看的东西，而且是最后一包了。
买了一杯和我这个蓝色的围巾匹配度很高的水。我们打算在附近压一会儿马路，然后呢再回酒店。哇，风好大！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是超级无敌冷，我觉得我都冷得快死了。结果我第3天我就已经开始喝冰水了。韩国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。这是一个喝酒的，我看到里面就是捧着那种小小壶在里面一杯一杯干诶。看一下它的菜单哦，日料啦，也是那种吃日料的。有一说一，它的入口做的挺别致的，大家就在棚子里面一起吃饭喝酒。哦，还有小狗。虽然看不太懂他们写的是什么，但是他们放的这个帽子很可爱。这应该是那种白酒吧，有味道的白酒。这些也是酒吗？还可以给你的酒买个帽子。友友们，现在是凌晨12点，刚刚到了酒店之后呢，收拾了一下，突然觉得很饿。我们打算下来，其实想去便利商店买些水喝，结果发现我们酒店楼下好多家店。我们附近不是很多东西吃吗？结果很多店都开得很晚，然后我们误打误撞走进了这一家吃冷切肉片，然后里面是爆满人，然后我看到好像都是韩国人，没有什么游客，然后我们就进来吃了。你看。这个小菜好像能续的，然后这个是蘸着这个肉片一起吃的。我们叫的这个汤是有猪肚，叫了一个猪肚汤。然后它这边还有很多种类型，然后我们点的是这个，哒哒。然后你看店里满人呢，我刚刚喝了一口它的汤，它这种汤是奶白色的。它这个有加一点点的芥末，可是一点都不呛。他们这里有一个辣椒酱，然后这个是有一点点鲜香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它有很多小虾米。料很足，但是我想吃那个猪肉，想吃这个。先吃一个没有加任何的酱料，糯糯的，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。腌萝卜吃完的话，去拿一点腌萝卜，它这边是自助式的。它腌萝卜全都是特别大块的这种。这个酱也好吃，续上一个。